しまいか。徳川兵に誠の武士は一人もおらんのか。討ち取れ。这位就是号称日本国民级战国 IP 日本第一兵的真田幸村。哪怕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对真田幸村应该都有耳闻。不管是影视动漫还是游戏周边，真田幸村一直都是流行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战国人物之一，以大阪之战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身姿，赢得了至高赞誉。那么，这位超人气角色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一位人物？让我们回到战国时代，回顾他的一生。据真田三代记记载，真田幸村又名变丸，于1567年出生在信浓国真田乡，是当地豪族武田家家臣真田昌信的次子。真田幸村的祖父真田信隆起初侍奉武田家，凭借卓越智谋崭露头角，深得信任，并入选武田24将。真田幸村成年后的正式名为源次郎信繁，信繁一名源自日本平安时代名将源义经，而如今广为人知的幸村一名并无明确史料记载，被认为是江户时代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民间传说中逐渐固定的称呼。史界于1672年出版的《南波战记》，因朗朗上口且贴合其幸运与悲壮并存的一生，最终流传至今。真田幸村15岁时，战国格局发生巨变，武田家当主武田胜赖在天目山自尽，武田氏灭亡。此时的真田家当主真田昌信发现，本作为武田家从属的真田家已陷入被强国环绕的危机。北有上杉景胜，南有德川家康，东有北条氏政，任何一方都能轻易吞并这个仅有数万人的地方豪族。为求生存，父亲真田昌信被迫采取灵活策略，归顺织田信长。不料同年信长在本能寺之变中被明智光秀所杀，天下再度陷入混乱。原武田氏领地的甲斐国、信浓国、上野国等地瞬间失去统治核心，武田旧臣纷纷发动一揆，局势陷入巨大动荡。周边的强大势力上杉氏、北条氏和德川氏均趁机出兵，争夺原武田领的肥沃土地，这便是日本战国史上著名的天正壬午之乱。在这场大乱中，真田昌信深知仅凭真田氏的微弱实力无法对抗周边的强大势力，于是展现出表里比心的特质，开始在各大势力之间周旋。首先臣服于上杉氏，随后倒向北条氏，最终又投靠了德川氏。不久之后，因招田领问题，真田氏和德川氏的关系急剧恶化。真田昌信又于1585年6月再次改变阵营，臣服于上杉氏的当主上杉景胜。8月，真田昌信将次子真田幸村作为人质送往越后国的上杉氏居城春日山城，以表明臣服的诚意。不久之后，德川家康派遣大军攻打真田氏的居城上田城，发动了第一次上田合战。合战中，真田昌信以寡敌众，巧用计谋大败德川军，让真田氏的武名传遍天下。而远在越后国的真田幸村是否参加了此役，史料中并无记载。随着丰臣秀吉势力的崛起，天下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真田昌信再次审时度势，于天正14年1586年转而臣服于丰臣秀吉。真田幸村作为人质从越后国被转移至大阪，这一决策让真田氏摆脱了在各大势力间周旋的困境，也改变了真田幸村的命运。丰臣秀吉对真田幸村格外器重，在丰臣秀吉的庇护之下，真田幸村摆脱了家族小透明的标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武将。1589年，在丰臣秀吉的促成之下，真田幸村迎娶了丰臣家家臣大谷吉继的女儿竹林院为正室。这桩婚姻并非单纯的政治交易，大谷吉继以忠义清廉闻名，与真田幸村的价值观高度契合，两人不仅是温煦，更成为精神共鸣的盟友。后来关原之战中，真田幸村选择加入西军，
很大程度上是受大谷吉继的影响。秀吉也对幸村十分赏识，1594年任命他为左卫门佐，并赐予分臣姓氏，这对于大明的次子而言是极为破例的待遇。与此同时，兄长真田信之迎娶了德川家康重臣本多忠胜的女儿小松殿。真田家通过一女娶分臣，一女娶德川的布局，形成了微妙的平衡。1590年，丰臣秀吉发起小田原征伐，目标是消灭关东的北条氏，统一日本。24岁的真田幸村迎来了出阵，战场位于松井田城，这座城池是北条氏抵御丰臣军的重要据点。当时丰臣方总兵力达20万人，真田军出兵3000人，但真田幸村并未因兵力有限而消极作战，他率领先锋部队采用夜袭战术，成功攻破松井田城的外城防线，为丰臣军主力攻城扫清障碍。这场出阵虽然规模不大，却展现出了真田幸村独特的作战风格，这种风格也贯穿了他此后的军事生涯。小田原征伐结束之后，北条氏灭亡，真田家因此收回了此前被夺取的昭田领，正式成为丰臣秀吉的直臣。真田幸村也因战功获得大阪的宅邸与领地，站稳了脚跟。然而1598年丰臣秀吉病逝于福建城，在秀吉死后，丰臣政权内部迅速分裂，以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和以石田三成为首的西军形成对立，天下再次面临战乱的危机。1600年，会津征伐爆发。开战之前，真田昌信和真田幸村为会合征讨上山的德川军，父子二人在途经犬伏停留时，昌信收到了石田三成的密信，信中写道：“我将趁家康离京举兵，望你加入。”昌信随即召来当时身处德川秀忠阵中的长子真田信之，父子三人展开密议。前面说过，幸村的妻子是三成门友大谷吉继的女儿，而信之的妻子是家康重臣本多忠胜的女儿。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昌信和幸村决定加入西军，信之则选择效忠东军。或许是出于无论哪方获胜，真田家都能存续的考量，这便是著名的犬伏之别。父子兄弟自此兵戎相见。之后，反对德川家康专权的石田三成等人正式举兵，随之爆发了决定天下归属的关原之战。关原之战爆发时，真田昌信和真田幸村父子正坚守上田城，他们利用城池的地形优势，采用出城进战、浅尝辄退的战术，屡次戏耍拖延德川秀忠率领的3万东军，使其未能按时赶赴关原战场，颜面尽失。这场战役被称为第2次上田合战。尽管真田军的战术大获成功，但关原合战最终仍以西军战败而告终。西军的首领石田三成被俘后被处死，孤立无援的上田城最终不得不开城投降。之后，真田昌信和真田幸村因为属于西军而被判处死刑。幸得真田信之和本多忠胜的苦苦求情，德川家康改判2人谪居，先流放至高野山，后转至更偏僻的九渡山。九渡山是一处被群山环绕的荒僻之地，四周布满了德川家的监视哨。真田父子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数公里之内。当时跟随父子2人前往九渡山的家臣仅有16人，真田幸村的妻儿也一同前往。就这样，真田幸村失去了大名的地位和领地，从备受器重的丰臣直属家臣，沦为流放边疆的罪臣。不过，虽说是谪居生活，德川家康并未对他们施加过于严苛的限制，他仍被允许狩猎、钓鱼等活动，日常饮食也能得到基本保障，待遇似乎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好。真田幸村父子在此度过了长达14年的流放岁月。1611年，真田昌信在九渡山病逝，临终前嘱咐真田幸村，勿忘真田家的荣誉，更勿忘对丰臣家的承诺。父亲的离世让真田幸村坚定了若有机会必为丰臣家一战的决心，他开始通过秘密渠道联络真田旧臣，为日后储备力量。1614年，天下再次发生巨变，
真田幸村等待了14年的机会终于到来。此时，德川家康已建立幕府，并彻底巩固了幕府统治。为消除后顾之忧，铲除愤臣势力，他以方广寺钟鸣事件为借口，向各路大名下达了攻打大阪城的命令。为对抗强大的德川军，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及其母亲殿殿决定招募天下浪人，组建反抗军。他们深知真田幸村的军事才能，于是派遣使者秘密前往九渡山，以黄金200枚、银30贯木作为路费，诚意邀请他前往大阪城共聚德川。对真田幸村而言，这不仅仅是重返战场的机会，更是报答丰臣秀吉之遇之恩，向德川家复仇的唯一途径。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于同年的10月7号，在亲信的帮助下逃离了监视严密的九渡山。10月13日成功进入大阪城。此时的他已48岁，真田幸村终于再次踏上了战国的舞台。时和家继重臣，他仅带领九渡山的随身16骑，以及从信浓国赶来投奔的旧部50骑参阵。根据江户时代的史料，丰臣秀赖对真田幸村的到来极为重视，当即任命他为招募而来的浪人众首领，并许诺在战胜德川军之后赐予他50万石领地。这一待遇远超他当年的19000石制行地，足见丰臣家对他的期望。真田幸村的到来极大鼓舞了大阪城的士气，浪人们纷纷表示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他也迅速成为大阪军中最核心的将领之一。大阪东之阵开战之际，丰臣军内部派系林立，既有丰臣家的旧臣，也有各地赶来的浪人。军事会议上意见不一，进展极为不顺。真田幸村遵照父亲真田昌信的遗训，主张出城迎击，利用浪人军的机动性，在大阪城外围主动袭击德川军，避免被围城消耗。但是这一主张遭到了丰臣家旧臣和殿殿的反对，最终只能采取龙城战。但是有一项提议被批准了，就是允许幸村在大阪城防御薄弱的南侧修建一座出城，这便是2016年大河剧标题真田丸。真田幸村结合第一次、第二次上田合战的经验，将真田丸设计为攻防一体的杰作。真田丸以大阪城的护城河为后盾，一面连接大阪城本城，外侧挖掘深2米、宽3米的空窟，空窟内侧设置3重木栅栏，栅栏后方修建高5米的土垒，土垒上密布铁炮射击孔，内部囤积了充足的粮草和弹药。这座小小的堡垒成为了大阪城最坚固的桥头堡。同年11月，德川军开始攻打大阪城，其中主力部队直指真田丸。面对数倍于己的德川军，真田幸村沉着指挥，利用真田丸的防御优势，交替使用铁炮、弓箭和长枪，多次击退德川军前田利长、锦衣直孝等的猛攻。真田幸村还巧用诱敌深入之计，故意打开城门，引诱德川军先锋部队进入堡垒，随后关闭城门，将其团团包围，几乎全歼。据大阪夏之刃记记载，此战德川军损失超过3000人，而真田军仅伤亡100余人。真田丸也因此被称为不可攻破的堡垒。这场胜利也让真田幸村的名字传遍天下。尽管大阪城周边的其他堡垒被东军攻陷，但得益于真田丸的坚守，敌军始终未能攻入城内。但随着丰臣家内部的猜忌和德川家的施压，最终导致双方议和。大阪方面同意了德川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拆毁大阪城本丸以外的所有防御工事，填埋全部壕沟，连真田丸也被彻底摧毁。大阪城从此丧失了防御能力，但而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1615年5月，德川家康以浪人众为撤离大阪城，丰臣家暗中囤积武器为由，再次率领15万大军向大阪城发动进攻，并提出了浪人众撤离，丰臣秀赖转分至大和国或伊势国，最后通牒。丰臣秀赖拒绝了这一要求，丰臣家迎来了最终决战大阪夏之阵。此时丰臣家仅有8万兵力，且多为缺乏统一指挥的浪人。战前，德川家康通过真田信之向真田幸村抛出橄榄枝，若归顺，可授予信浓国1国领地。
面对诱惑，真田幸村断然拒绝。他在给兄长的回信中写道：“一旦铭记约定之重，别说信农一国，即便赠与日本半国，我也绝不会动摇。”5月6日，真田幸村和门友毛利慎永密切配合，参与了道明寺之战，并多次击退德川军的进攻。史书上记载，在玉田撤退战中，他们以3000兵力击败独眼龙伊达正宗的先锋大将片仓重长率领的12000骑马铁炮队。伊达正宗后方的数万大军被真田幸村震慑，不敢上前与其对峙。幸村骑在马上，命兵士对着德川军高喊：“关东雄民百万，竟无一人好汉。”随后安全返回大阪。次日的天王寺之役，真田幸村率领约3000人的军队布阵于茶臼山。他头戴标志旗的鹿角盔，骑在名为河原毛的爱马之上，全身身着红色装备，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真田赤背。战前，真田幸村对儿子真田大柱说：“你腿部受伤，难以再立功，去侍奉秀赖公，陪他到最后一刻。”但大柱坚持要与父亲一同战死。最终，真田幸村在儿子耳边低语了几句，大柱才依依不舍地离去。而这就是父子二人的最后告别。开战之后，他与毛利慎永制定了决死突袭计划，由毛利慎永率军牵制德川军主力，真田幸村率领精锐小队直扑德川家康的本阵。他的目标只有一个：斩杀德川家康，为丰臣家争取一线生机。随后，真田幸村率领约300名军锐，身着赤背，手持长枪，从大阪城南门冲出。他们如一把尖刀，突破德川军的3道防线，斩杀德川军家臣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正的数十人，最终抵达德川家康的金色本阵旗前。据南波战记记载，德川家康在真田军的突袭之下，一度惊慌失措，甚至下令备好切腹用的短刀，连随身的马印都被真田军的长枪挑落。德川秀忠也试图败逃，数次被部下阻拦。然而实力的悬殊终究难以逆转，德川方的援军从4面8方赶来，将真田军团团包围。真田幸村寡不敌众，率领残余士兵退至一处高台上休息，却遭遇了松平忠直麾下将领西尾宗次的部队。深知已无生还可能的真田幸村对身边的家臣说：“我一生尽忠，今日战死沙场，无憾矣。”随后他手持长枪再度冲入敌军阵中，奋力斩杀数名士兵之后，被刘健射中右肩，长枪脱手，身中数枪，力竭倒地。随即被德川军将领西尾宗次斩杀，时年49岁。他年仅14岁的嫡子真田大柱在大阪城内得知父亲的死讯之后，拒绝了众人的劝降，最终为丰臣秀赖殉死。1日之内，真田氏为丰臣家付出了2代人的生命。随后，大阪夏之阵以丰臣秀赖和殿爹的自杀而结束。1615年5月23日，秀赖的独子国松被斩首，丰臣氏灭亡，延续100年的战国乱世落下帷幕。真田幸村战死之后，德川军为震慑其他反抗者，还将他的首级悬挂在大阪城的门口示众。直到数月之后，在真田旧臣的恳求之下，首级才被取下，和遗体一同安葬在九渡山的真田庵。这里是他流放多年的地方，也是他最终的安息之所。真田幸村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可谓碌碌无为，战绩寥寥，历经战阵不多，胜绩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2年，却于大阪之阵中迸发出最为璀璨的光芒。自此，真田幸村在民间一直享有极高声望，被公认为一代英雄，其影响力穿越400余年，绵延不绝。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为巩固统治，大力宣扬忠义、节义等武士道价值观。真田幸村那虽千万人无往矣的事迹，正契合了幕府的政治需求。当时的军纪物语，例如大阪夏之阵记、真田三代记等，纷纷以他为主角，将其塑造为和源义经、
楠木正臣并列的日本史上3大悲剧英雄和忠义武士的典范。部分藩主甚至将其事迹编入家臣教育手册，还被日本强兵出处之一的萨摩藩当主岛津忠恒誉为日本第一勇士。与此同时，民间流传的真田十勇士传说也广受欢迎，其中元妃佐助、雾隐才藏等角色同样深入人心。正是这种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推崇，使真田幸村从一位历史人物逐渐深化为一种精神符号。进入现代社会，真田幸村的形象进一步被流行文化塑造和强化。大河剧《真田丸》将他描绘为兼具智谋和温情的悲剧英雄。游戏《战国无双》、仁广等赋予他帅气的外形和强大的战斗力。动漫、小说则不断挖掘他的忠义故事和人生传奇。他那一身赤背、头戴鹿角盔、高举六纹前旗、率军冲杀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这些作品让真田幸村的形象摆脱了历史原型的局限，成为了坚守信念、反抗强权、忠义勇敢的文化符号。说到真田幸村在流行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便是以红色或朱色统一搭配的赤背铠甲。赤背并非真田家独创，而是战国时代精锐部队的专属标识，其起源可追溯至甲斐国的武田氏。朱红色的铠甲，一方面便于在战场上识别己方部队，另一方面红色象征着勇猛和牺牲，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据说当时真田幸村身着的是鹿角斜立赤背具足，这款红色铠甲的头盔前立装饰有后文提及的真田六纹前家纹，而最具辨识度的设计是头盔两侧的斜立装配着巨大的鹿角。这一造型在大河剧如《真田丸》中以及游戏中被深刻的还原，但历史上真田幸村是否真的佩戴鹿角头盔，目前并无确凿史料证明。有一种说法认为，鹿角头盔是江户时代的画师和说书人为了突出他的鬼神般的勇猛而添加的艺术创作，因为鹿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是神力勇武相关联。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真田家确实有使用鹿角装饰的传统，其祖父真田信隆头盔就曾配有小型鹿角，但无论真相如何，红色铠甲和巨大鹿角的组合让真田幸村在众多战国武将中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在战场上驰骋的赤背真田军，朱红色的铠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搭配鹿角头盔的独特造型，想必既令敌人畏惧，又赢得了某种程度的艳羡。除了传说中的鹿角赤背铠甲，另一款相传为真田幸村所穿的铠甲是收藏于大阪城天守阁的传真田幸村所用铁二枚洞具足。这款铠甲并非赤背，而是以黑色为主色调，乍看之下略显朴素，但采用了南蛮洞的工艺，边缘装饰有简单的金属纹样，既实用又不失格调，同样深受历史爱好者和粉丝的喜爱。但这款铠甲是否为真田幸村生前所用，目前仍有争议。真田幸村所使用的家纹是六纹钱，又称六连钱，纹样由6枚圆形方孔的铜钱组成，排列为2行3列，其设计灵感源自佛教的6道钱。在佛教教义中，6道指的是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间、天上6个轮回的世界，而6道钱则是为死者供奉的冥钱，寓意着超度亡灵，脱离轮回之苦。在战国时代的民间信仰中，人们相信人死后会前往冥界，需要渡过一条名为三途川的大河，而渡船的费用正好是6文钱。因此当时的旅人、族亲等常会将6文钱焚在衣物或铠甲上，以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这既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暗含着不惧死亡、坦然面对命运的心态。